如果不是亲眼目睹，你都很难相信眼前这个容貌娟秀、身材高挑的年轻女孩是北京八宝山殡仪馆的一个火化师。她叫云小玲，是个95后女孩，生于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内蒙古。她容貌出众，性格乖巧，从小就被父母捧在手心里，有个温馨幸福的家庭环境。长大后，父母给她安排了令人艳羡的空乘专业，以期她能够有个体面优渥的未来。对于父母的这个安排，云小玲却丝毫不感兴趣。在她看来，自己从小被父母关在笼子里，如今长大只想自己外出闯荡。起初，父母并不同意她的想法，自小习惯被父母管束的她，也只好暂时作罢。直到那年爷爷去世，她在外上学未能及时赶回，错过了见爷爷最后一面，目睹亲人遗憾的离去，看着爷爷被推进焚尸炉，让她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。正是从这时起，她决定为自己活一次，到北京去学习殡葬专业。当然，她也知道父母会反对，便决定来个先斩后奏，偷偷将学籍转到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。她的人生自此开始彻底改变，从优雅的空姐成了阴森火化工。毕业后，她终于如愿进入八宝山殡仪馆。而就在云小玲报到那天，陪同她的母亲因为害怕，并没有随女儿进入馆内。然而，火化师的工作听起来容易，可做起来却不简单。火炉房常年温度高达40多度，火化师要在高温下调试设备，以免炉内高压造成意外。而当机器冷却后，火化师还要爬进炉内，清理内舱里剩余骨块。如此艰苦的环境，对于20多岁的小女孩来说，确实是一种意志力的考验。再比如火化时，尸体会因肌肉收缩猛然坐起，甚至还有的喉咙发出声音，这场面简直不要太惊悚。此外，各种突发状况的随时发生，也考验着火化师的心理素质。一次，云小玲正在操作火化炉，这时有家属突然闯入，打开棺木，提出要看逝者最后一眼。紧接着家属惊叫了一声，原来逝者眼睛正空洞地看着屋顶。家属拽着云小玲大喊，快帮我爸闭上眼啊，你想让我爸死不瞑目吗？遗体美容对云小玲来说，虽然在学校有过学习，但她从未零距离与遗体接触。但她只能强装镇静，将逝者的眼睛合上，然后按照流程火化。做完这些后，云小玲向逝者深鞠一躬，心里有种从未有过的感受。但最触动她心灵的是处理一个5岁小女孩遗体。当日有对年轻夫妇痛失5岁爱女，但因人太小，骨灰无法保存，两人便哀求师傅想办法。师傅被这对夫妇感动，尽全力满足两人的心愿，让小女孩骨灰得以保存。事后夫妇俩哭得不能自已，连连对师傅表达感谢。正是在这一刹那，云小玲感受到火化师的伟大，以及承载着一个家庭的重托。也正是从这时开始，她便决定将火化师当作终生事业。从业4年以来，她焚化尸体上千具，平均每天焚化60到80具。工作固然很辛苦，但云小玲甘之如饴。可比起体力上的辛苦，他人的不理解更伤人。曾经有亲友揶揄他，就是在正死人前辈还有邻居得知他职业后，一脸嫌弃的道，要是我儿子娶干这一行的女人，我宁愿一头撞死，我都不会让他娶。心存恶意的不仅有身边人，还有素不相识的外人。他打车到殡仪馆上班，司机在他下车后都会酒精消毒，俨然将他当成了病原体。当然，云小玲也很识相，平时尽量不与人接触，逢年过节不参加聚会，自觉远离婚礼和交际，以免给别人带来隔音。当然，如今云小玲靠着自身努力，不仅工作得到了广泛认可，更赢得了家人的理解和尊重。2022年，八宝山殡仪馆成立火玫瑰女子火化班组，吸收一位95后及2位00后女孩加入，由云小玲担任火玫瑰组长。自此，云小玲不再是单枪匹马，而是有了团队的支持。2022年3月，八宝山殡仪馆设立公众开放日，4位美女火化师身着礼仪服饰，亭亭玉立于媒体的聚光灯下。此刻，
他们俨然成了自己人生的主角。最后，借用云小玲的话结尾：火化师不仅是火炉的守护者，更是生命的捍卫者，亦是灵魂的引渡人。是啊，死亡是冰冷的，但人是有温度的。当人有了温度，死亡便没什么可怕。